8月23号，一张公投票将决定台湾未来10年的能源心跳。核三研议，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的答案是什么？先别急着回答，因为在这个极度撕裂的问题上，情绪往往会绑架理性。但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我想带你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做决定的不是充满情绪和立场的人类，而是被喂养了所有公开数据，被要求绝对理性，以台湾最大公约数利益为唯一目标的3个顶级 AI， 他们会怎么投？今天我们就来揭晓这场 AI 公投结果。这个结果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你手中的那一票。在揭晓结果前，我得先让你们知道，这场实验的规则绝对公平，没有任何黑箱。第一，他们的知识库完全一致。我喂给他们的资料是基于目前网络上3份由 AI 交叉生成的研究报告摘要，涵盖了经济、地质、环保、民意等所有正反方论点。第二，我给了他们完全相同的灵魂。他们都被设定扮演公民利益与永续发展权衡委员会的 AI 主席。这个角色的核心价值观就是4个原则：民生优先、家园安全、务实转型、未来责任。总而言之，我要求他们扮演的不是一个精算师，而是一个为全民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大家长。好，规则讲完了。在看 AI 的答案前，我们必须先看懂题目。这次的公投主文是：您是否同意第3核能发电厂经主管机关同意确认无安全疑虑后继续运转？魔鬼就藏在这句话里。这句话的关键字不是继续运转，而是经主管机关同意确认无安全疑虑后。这句话就像是为这趟能源航班人民投票，是所有乘客一起表达我们想飞往这个目的地的集体意愿。人民即使投了同意，只是给了机长一张目的的授权，但最终的起飞许可要由专业的塔台来发放。这是一个信任专业，但又保留让政府及专业机关管控最终的否决权。好，最重要的问题来了。这3位 AI 主席 Gemini、ChatGPT 和 Grok， 他们的投票结果是3票同意，0票不同意。结果是惊人的一致，3-0，压倒性的建议有条件同意和3场研议。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拆解这3份公民报告书。第一个关键词：务实。3位 AI 主席都明确指出，这不是一张拥抱核能的选票，而是一张为稳定投下的选票。Gemini 表示，这是一个基于对台湾当前严峻挑战的清醒认知所做出的务实选择。他们都看到了同一个现实：台湾的能源转型就像一场还没完工的接力赛，下一棒的选手却还没到位。再生能源的占比离目标还很远，而用来应急的天然气供应链又极其脆弱。ChatGPT 的分析更直接，如果核3除役，短期内就是由燃气机组补位，这意味着更高的电价和更不稳定的供应。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会直接反映在你我夏天冷气的电费单和中小企业逐紧锁的眉头上。所以 AI 的判断很冷静，在通往理想的桥还没搭好的时候，不能轻易拆掉现在还在用的这座桥。核3研议就是那个争取时间、搭建新桥梁的过渡方案。第二个关键词：权衡。AI 们的分析不是一个是非题，而是一个选择题。他们权衡的是2种在风险属性上截然不同的猛兽。黑天鹅，哲学家塔雷伯提出过著名的黑天鹅理论，它指的是那种几率极低，但一旦发生，后果就是全部归零的毁灭性事件。核灾就是盘旋在我们头顶那只最恐怖的黑天鹅，我们希望它永远不会降落。灰犀牛，而另一头是学者米歇尔提出的灰犀牛，它跟黑天鹅完全相反，它的冲击几乎是必然的。它庞大，朝你狂奔而来，所有人都看得到，但最吊诡的是，人们往往因为各种原因选择视而不见，直到被它狠狠撞上。不同意之后的经济冲击，电价上涨，供应链不稳，产业外移，就是那头正朝台湾奔来的清晰可见的灰犀牛。所以 AI 的权衡就是一场如何避开迎面而来的灰犀牛与如何堵那只黑天鹅永远不会出现的对决。3个 AI 的共同结论是，透过严格的有国际监督的安全审查，我们可以为黑天鹅的巢穴装上最坚固的防护网，让它降落的几率趋近于0。但在那头灰犀牛面前，我们几乎没有闪躲的空间，硬生生撞上去，对台湾当下的经济民生伤害太重。第3个关键词：信任。3位 AI 都洞察到，核3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信任问题。Grok 的报告一针见血，我们想要非核家园的理想，但现实的转型太慢、太贵、太乱。最大的担忧是信任崩溃，政府承诺安全却核废无解，台电说可行却亏损累累。
ChatGPT 也说，大家最怕的不是技术名词，而是政府监管靠不靠得住，台电能不能把事做好。Gemini 则点出了重建信任的唯一路径，信任必须靠彻底的透明来赢得。这就带回了整个公投的核心，他们的同意票并不是直接开绿灯，而是授权启动一个信任重建的考验。这个考验的主考官是主管机关，但监考的是我们全体公民。这不是一张空白支票，而是一张附带了极其严苛但书的有条件授权，这才是整个实验最精华的部分。3位 AI 主席等于是帮全民跟政府拟定了一份新的社会契约。我把他们的要求总结成3大刹车条款。第一，安全审查必须绝对透明，国际顶级。Gemini 要求安全审查必须由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等世界级的独立机构共同监督验证。ChatGPT 更狠，他要求成立一个由在地居民、专家、环团组成的公民监督委员会，要有随时去现场抽查的权利，所有会议还要网络直播。这意思就是不能再关起门来自己说自己安全，必须摊在阳光下，让全世界和全民一起来检验。做不到就没资格运转。第二，核废料问题必须即刻解决，时程挂钩。3个 AI 都看到了台湾40年来最大的痛点，核废料无解。这不是一个技术难题，这是一个政治难题，说白了就是一种治理上的失能。40年来，这个烫手山芋被不断往后推，每一代人都在享受核电的廉价，却没有人愿意负起责任，去面对它留下的代价。所以 AI 们提出了极其严厉的要求，严议许可必须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废料处理时程直接挂钩。Grok 建议强制台电在2年内启用干式贮存设施。ChatGPT 甚至说，如果核废料处理的进度落后，就要自动触发核3厂降载或停机。第三，财务与转型必须专款专用，全民监督。AI 们也注意到了台电的巨额亏损。ChatGPT 和 Grok 都提到，根据法规，台电的财务状况可能根本不具备申请延役的资格，所以他们要求台电必须先强化财务，甚至成立专款专用的延役信托基金。Gemini 更提出一个创新的想法，核3延役省下来的钱应该固定比例拨入一个能源转型基金，专门用来加速发展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这就确保了核3厂真正只是一个过渡桥梁，而不是让大家躺在上面吃老本，忘了要往前走。3位 AI，3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但最终万流归宗，全部指向了有条件同意。他们揭示了一个我们可能不愿承认的真相，在当前的现实框架下，台湾没有完美的选项，只有比较不坏的选择。而这种时候，最高明的策略，往往不是如何求胜，而是如何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完美呼应了孙子兵法的智慧，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他们选择的不是赢得最漂亮的方法，而是输得最不惨的路径。这是在为台湾的未来争取最大的战略缓冲和容错空间。好了，分析结束，现在球回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手上。我给你一个极度具体的行动任务。第一步，打开你的行事历，在8月23号那天标注上我要去投票。第二步，在你投下那一票之前，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问自己一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我愿意为哪一种遗憾的可能亲笔签字承担责任？如果你投下同意，你签字的是我相信台湾的监管体系愿意承担管理核能风险的责任，来换取短中期的经济稳定。如果你投下不同意，你签字的是我绝不接受核能的任何风险，并愿意承担电价上涨、供电可能不稳，以及更加依赖进口能源所带来的经济与国安风险。看清楚，这2个选项没有哪个是零风险的。你的那一票就是在决定你和整个台湾要一起承担哪一种风险。AI 的答案给了我们一个冷静的参考点，但最终的未来掌握在你我的手中。8月23号去投票，为你的选择负起责任。感谢你的时间，这里是核心知识，我们下部影片见。